波音又出事儿了。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在上周五啊，7月25号，一架隶属于美国联合航空787-8的一个梦想客机啊，直飞从华盛顿飞往德国慕尼黑的这个 UA108航班。然而啊，就在起飞后不久呢，一场惊心动魄的这个空中特情就突然降临。说实话，当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心里边咯噔一下啊！我相信很多关注我频道的朋友啊，都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又是787，又是起飞后不久，又是发动机故障啊！这会不会是 AI171的悲剧重演呢？那种啊有波音787 MAX 啊连续2场空难烙印在我们心中的这个恐惧，又被激发出来了。然而啊，万幸的是，这次的结果是天差地别。机组人员啊，以一种堪称教科书式的这种专业操作，把飞机安全的带回地面，机上所有人员安全无恙。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事故啊。那像一面镜子，凸显了这次成功处置的正常，也衬出了啊 AI171灾难的这个诡异。我们先还原一下美联航 UA108航班到底经历了什么啊？这是我们从航空网站上找到的轨迹，重新放到谷歌地球上做的视频。根据报道啊，飞机在起飞后不久呢，提升到了大约5000英尺的高度的时候啊，左侧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单发失效。那机组的反应啊，几乎可以在任何一本飞行教材应急手册里边找到范本，立刻宣告紧急情况。他们在第一时间向地面发出了 Mayday 这个最高级别的求救信号，清晰的告知了他们自己遇到的问题，然后就是建立安全高度和区域。他们和空管协同把飞机稳定在了6000英尺的这个安全巡航高度，并且进入了一个特定的远离其他航班的等待航线之中。然后呢，就是执行空中放油因为飞机刚刚起飞嘛，它满载着飞往欧洲的长途燃油，远超安全着陆重量。于是呢，他们在等待航线的这个时间里边就是执行了空中放油的程序，把数吨的燃油安全的排放掉，然后稳定的进近，并且安全着陆。在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的时候他们以一个标准的仪表着陆程序 ILS 稳稳的把飞机降落在了跑道上。飞机在6000英尺的高空盘旋了2个小时零38分钟，估计飞机上的这个乘客是吓坏了商用飞机在起飞后需要紧急迫降的时候通常都会在5000到6000英尺高度进行放油作业，这样呢，就是为了把飞机的重量降至最大着陆重量，就是 MLW 以下，确保安全着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安全容易了，是吧？现代客机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能够应对这种单一的严重的故障。波音787在只剩1台发动机的情况下，依然拥有完全足够的动力和操控性能来完成像返航安全降落这些动作。而飞行员在模拟中更是对单发失效的处置程序进行过成百上千次的这个训练。所以美联航的这次事件虽然惊险，但一切呢都在现代航空安全体系的可控范围之内。刚才我们讲了最大着陆重量 MLW， 那什么是 MLW 呢？它全称是呢 Maximum Landing Weight， 就是最大着陆重量。顾名思义它就是一架飞机被允许降落的时候，它能承受的最大总重量。这个重量是由飞机制造商在设计的时候呢，经过精密的计算和严格测试确定的一个结构的极限值，并且得到航空监管机构比如说 FAA 的认证。这个极限就是为了保证飞机的结构完整性，特别是起落架和机翼结构，在飞机接触地面的时候不会因为冲击力过大而发生损坏甚至断裂。起飞和降落重量它不一样吗？是的，它就是不一样在绝大多数大型客机上，最大起飞重量就是 Maximum Takeoff Weight MTOW 要显著高于最大着陆重量 MLW。那理解这一点其实也很简单，我可以想象成我们一个人跳高，是吧？我们向上起跳的时候是比较平稳的发力，克服自身的重量，但从高处跳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膝盖和脚踝需要吸收下落的时候产生的巨大冲击力。这个道理放在起飞时候也是一样的
放到飞机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相对平缓的过程，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机翼产生升力，然后平稳的、逐渐的把整个机身的重量托举到空中。那整个过程啊，对机身的结构，特别是起落架的冲击，相对是较小的。降落呢是一个暴力的多的过程。飞机啊，在接触地面一瞬间啊，整个机身的重量啊，咚的一声啊，就是下沉时产生的动能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冲击力。这股力量啊，需要完全由起落架和它相连的这个机翼根部结构来吸收和承受。翅膀根儿。如果一架飞机以它起飞时候的最大重量进行降落啊，那巨大的冲击力啊，会远远超过起落架的设计极限，极有可能导致起落架折断、轮胎爆裂，甚至机身的结构受损，就酿成惨剧。那既然它不是它不能这样超重的降落，是吧？那飞机它怎么进行减肥呢？常规飞行就是燃烧燃油啊，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常规的这个方式。对于一次长途飞行来说呀，这个飞机在起飞的时候呢，它的总重量有很大一部分是燃油嘛。比如说一架波音787在直飞这个跨洋航线的时候，会携带近100吨的燃油。经过几个小时、10几个小时飞行啊，燃油呢被消耗掉了，飞机的重量呢就自然而然的就落到了最大着陆重量以下。那紧急情况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空中放油 （fuel dumping）。如果像我们讨论的美联航 UA108 航班，飞机在起飞后不久就因为突发故障需要立刻返回机场，怎么办呢？就是在这种满油状态下，远超最大着陆重量情况下，你就得放油。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呢就需要执行空中放油的这个程序他们会和空管协调，飞到指定的通常是人口稀少的这个区域高空，一般是6000英尺以上，然后打开机翼上的这个放油活门，把多余的燃油呢以雾化的形式安全的排放到空中，使它在到达地面之前就完全的蒸发掉。那在我们之前讨论的这个 UA108 事件中飞行员在等待航线中盘旋，那么就是为了执行这个放油减肥的程序。所以最大起飞重量MTOW 和最大着陆重量 MLW 之间的差异是根植于这个飞机结构强度和飞行物理学的一些基本安全设计。正因为这个差异呢，决定了飞机在正常飞行中的燃油消耗规划，也催生了类似于空中燃油这种放油的这么一个紧急的操作挽救飞机和生命在关键的时候这种紧急状态下。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正常的案例来反衬 AI171的这个诡异之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在时间和高度。美联航的故障发生在5000英尺这个高度给了机组人员时间和空间去思考、去决策、和地面沟通，执行一套复杂的放油和降落程序。整个过程虽然紧张，但是有条不紊。我们看它飞行轨迹是比较舒缓的、有计划的在空中画了一道道弧线。而印度航空AI171的这个灾难它发生在离地近几百英尺、以秒计算的时间窗口内，飞行员没有任何时间和高度来做出反应。它的轨迹呢，就像一道短的令我们心碎的几乎是笔直的这种伤疤。另外就是故障的性质，美联航的故障大概率是一次常规的机械或者技术故障，而 AI171的故障根据初步报告是一次来源成谜的这种指令性燃油切断，这已经超出了常规技术故障的范畴。这就是所谓已知风险和未知风险的区别。单发失效对于飞行员来说是一道虽然困难但是教科书和模拟机里边都反复练习过的这种思考题成题，是吧？而 AI171所遭遇的是一场瞬间摧毁了所有安全荣誉、剥夺了所有反应过程的这个终极的这种困境，是一道任何教科书上都没有答案的送命题。所以美联航 UA108的这次事件虽然吓人浑身冷汗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呢，它反而是一个好事儿它一种最真实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当面对一个可见的在设计容易范围内的严重故障的时候呢，整个航空安全系统包括这个飞机的先进、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以及高效的地面管制是如何完美的协同工作，最终化险为夷的。
啊，这次成功处置啊，可能能稍微的修复一些公众啊在 AI171事件之后对于波音787这款飞机受损的信心。实际上，在印度航空 AI171空难之后啊，那几天很多乘客呢都拒绝乘坐787，什么你我这机票什么飞机啊，787不坐。所以啊，它证明什么？飞机本身是可靠的，飞行员是专业的。也正因为这样啊，它就让 AI171的这个悲剧显得更加的孤立，是吧？也更加诡异，让我们更加坚信啊，在那场灾难的背后，必然隐藏这个远比普通的机械故障更深的、更致命的原因。好的，这就是今天啊对于波音的一次单发失效的一个介绍。我们是一个关注科普和事故的小频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请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